这是谁的部将竟然如此勇猛？在极地雪原活捉一头88斤的驯鹿，直接开启户外烧烤度假模式。这里是位于北极圈数百公里的挪威雪地，昼夜温差时常超过50度，这里犹如人间的寒冰圣地。贝大胆本次向他发起了挑战，坐着黄色直升机一路狂飙。本次他将挑战史上最寒冷的一条，因为白皑的极地雪原处处充满危机。为了不掉到冰窟窿里去，机智贝决定以冰冻的湖面为着陆点，扔下一个几块钱的烟雾弹做标记，然后串好所有的防动装备，竖起大拇指表示一切准备就绪，然后一个后空翻犹如齐天大圣跳起了筋斗云，在距离地面不到1000米位置打开降落伞，然后顺着风向寻找标记，通过不断的调整选择合适的降落点，就这样循序渐进，最终凭借多年特种兵跳伞经验顺利着陆。却没想到刚一落地，贝爷差点被冻哭。为了保存最后的余热，贝爷需要尽快找到避风点，尽快搭建篝火，一路小跑弹射起步。没成想这危险的雪地成了贝爷私人滑雪场。贝爷玩着正嗨之时，还不忘观察四周。这种雪波纹大多来自海风侵袭，顺着风向也许就能找到最终的目标。即便这里环境恶劣，依旧能看到顽强生长的红莓台子。这种果子体型虽小，确实不错的能量来源。不过这黑黢黢的和驯鹿粪便十分相似，如果不仔细分辨，说不定就能尝到另一种咸咸的滋味。那酸爽可是牛肉的数百倍。有粪便的地方时常会出现驯鹿的脚印。看着雪地成排的印记，吃货贝不禁动起了歪心思。如果能活捉一头，肯定在打野界扬名立万。说干就干，沿着足迹一路穷追猛打，终于在一片空地发现了驯鹿的族群，数量大概有几十只。为了防止打草惊蛇，贝爷从顺风口撤离，找到一处驯鹿必经之地。机智贝决定用伞绳在树干周围布下天罗地网，一旦驯鹿被降落伞困住，基本上就很难挣脱。到时候贝爷来个手到擒来，晚上就能好好的改善一点。做好陷阱，贝爷决定从另外一侧惊吓鹿群，直接一个猛冲，差点把自己扔了出去。鹿群果然被吓得四处逃窜。此时的贝爷直接乐开了花，只要大方向没错，今天肯定满载而归。果然不出所料，一头成年的驯鹿在逃亡过程被困在了树上，贝爷直接上去拽住鹿爪，本想靠自己强大的控制力将其驯服，不料驯鹿体型庞大勇猛，几个回合下来根本不是对手。于是贝爷直接拿出小刀给了他一个痛快，然后施展庖丁解牛的技术，3下5除2将其搞定，还顺手为他做了副担甲。毕竟这庞大的体型根本抱不住。就这样，贝爷拖着88斤的鹿肉艰难前行，不料一个小斜坡让贝爷直接人仰马翻，鹿肉直接翻滚掉进了水里。贝爷原本还想补救，不料跳下去险些冻成冰棍，好好的顺风开局瞬间被完成逆风砸盘。为了能强势翻盘，贝爷只好取下鹿腿保存体力，不然不仅丢了西瓜井芝麻，还很容易失温挨冻熬不过半小时。此时的贝爷已经冻到麻木，如今只能硬着头皮扛着鹿腿前进。正所谓上帝为你关了一扇门，肯定还会为你留下一扇窗。一转眼的功夫，贝爷果然发现了一处废弃的小屋。这种猎人小屋物资丰富，屋里的干柴正是不错的引火材料。为了不把自己熏成腊肉，贝爷选择在门口架起篝火，然后直接将鹿肉放进水杯炖煮。没过10分钟，一道血水煮鹿肉即可出锅。猛地咬上2口，果然瘦而不柴，蛋白质含量不知是牛肉的多少倍。吃饱喝足，贝爷开始烘烤衣服，顺便恢复体温，积攒能量。闲暇之余，在屋内翻箱倒柜，偶然间发现一副木质滑雪板，贝爷迫不及待地用飞布捆绑结实，决定来一场说走就走的雪地旅行。没有滑雪杖，就直接用树枝做2根简易工具，然后缓慢地踏上雪地旅行。来到小下坡，直接一个飞冲，从此雪地多了一位滑雪达人。本着帅不过3秒原则，贝爷直接来了个雪地亲吻。站起来没走10分钟，一处陡峭的悬崖再次拦住去路。从这一跃肯定见不到明天的太阳，想要从10层楼高的地方下去，贝不料只好选择借助周边的树木，直接挥手丢下滑雪板，然后就是一记信仰之跃。本想自己能成为天选之子，却不料一个手滑差点完成狗吃屎。还好雪地与地面完美融合，一个屁沙才保住一条小命。本次挑战仅供参考，大家可千万不要模仿。穿上滑雪板继续挑战，福星属实豁然开朗。这片雪原开阔平坦，机智贝立马有了新主意。这次他开始沿着雪地滑伞，3下5除2像放风筝一样来回拉着，直到降落伞迎风飘起。贝爷的脸上也露出了久违的笑容，借助天然的风力一路前进，速度直接飙上了70迈。可惜还没高兴多久，贝爷再次展示了完美劈杀。即便如此，贝爷在天黑前完美上岸。为了在天黑前搭建庇护所，贝爷果断选择了一处较高的地势，开启狗刨模式迅速挖雪，然后在雪沟上利用枯树枝搭建框架，再铺上一层云杉树枝遮蔽风阻，覆盖一层厚厚的白雪，晚上才能保持温度的恒定。最后挖一条细沟，方便冷空气的排出。在天黑之前，终于完成了雪屋的搭建，点燃篝火。此时的贝爷像因纽特人一样安然入冬，就这样顺利度过冰冷的一夜。顺着雪地步行几个小时，贝爷终于见到了久违的大海。这里囤积的垃圾倒是成了贝爷的宝贝。经过几番慎重的筛选，这次他决定再次乘风破浪，搭建简易木筏远渡重洋。虽然这次的贝尔号有些简陋，但在贝爷手上肯定会发挥他最大的价值。凭借贝爷多年的生存经验，用不了多久船体肯定四通一略。果然现实总爱打脸傲娇的贝爷，
没过20分钟，小船便开始分解，铁通裂开的口子开始渗水下沉。贝爷孤零零地飘在海上，举目无亲，这样是失了神。坐在船上喊破喉咙也没人发现。此时的摄像小哥笑出了给点，贝爷使出吃奶的力气，拼命划桨，终于在用尽洪荒之力时飘到了一处荒岛。本以为今晚会在此处忍冬挨饿，却不料一艘远行的小船迎风赶来。如果被捕鱼船发现，今晚就能返回祖国。想到此时，贝爷直接开启暴走模式，点燃火把，引燃了一堆干柴，想要通过光亮吸引小船的注意。果然，结局总是贝爷略胜一筹。到此，贝爷也完成了本期的生存。